OK，那我这边在录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这个新一档的播客节目。我们这一档播客节目呢，名字叫不下不上。那准备是一个双人谈话类为主的播客节目。那我是珊珊。大家好，我是菠萝。要不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份呢？你现在是在哪里干什么？对，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节目名吧。可能我们也想了半天，然后为什么说不下不上呢？就是我跟珊珊其实是大学本科同学，然后现在大概是30岁上下左右吧，就是有一种还真的就是有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所以说，因为我们这个30岁左右的年纪，再加上我们可能以一个男性的视角吧，然后正好到了一个怎么说，在生活上或者事业上、感情上，都从一个之前可能说比较经典的一路升学呀，然后到现在可能刚进入职场，然后面临着一些就是起起伏伏和一些新的挑战的一个时候吧。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起这个名，然后也是为什么我想就是有很多这算是一个表达的窗口，这是第一个初衷。你呢？ OK， 那我来补充一下吧。菠萝刚刚说的可能有一点严肃，那我反而先从我们怎么样讲开始，怎么想到讲这个播客开始说吧。因为我们虽然像菠萝讲的，我们两个是大学本科同学，但是其实我们在中间，在我们工作上、研究生、博士之间，中间有接近5-6年是没有怎么联系的。对，然后上一次联系是因为你要结婚吗？还是？我感觉不是。就我印象里啊，感觉上次联系好像是22年左右。就那个时候，其实你在当时你在国内嘛，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方不方便说啊，反正就是你在你的那个城市里工作，然后那个时候你突然就打电话跟我说，嘿，菠萝，就是我突然有点想，就是出去读个书。然后我当时还挺诧异的，我就说 ，Hello，我们几岁了？你为什么突然这个时候想读个书，对吧？因为我跟珊珊是大4的时候，我们当时同时有一个叫做交换项目，然后我跟珊珊都到美国去交换，读了一个大4，然后我跟她都在美国顺其自然就在那读了个硕士。然后当时呢，对，你是选择硕士毕业以后，你选择了回国嘛，对吧？然后我就继续待在北美这边，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你回去了以后，好像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就是可能断联系了吧，肯定有时差原因，对吧？然后也毕竟大家生活也内容可能也变了，所以说交流的也就比较少了。然后突然可能5年以后，你才跟我说，嘿，我就又想读个书，然后当时也就可能是那个契机开始聊起来了啊。对，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倒觉得我还蛮符合我们这个节目名称的，因为对我们当时这个状态确实真的就有一点不下不上的状态了。因为其实跟年纪没有很大关系吧，就更多的是心理状态和生活工作状态的原因。因为当时跟菠萝打电话，一个是想确认一下他想从他的口中得知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因为我当时的生活状态不能说是过得不好，但是从我自己的生活节奏上面来说的话，我是不是很喜欢那种生活方式的。包括说我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我特别想做的。当时也一直有想换个专业换个工作。另外一个的话是当时所处的环境里面的同事，包括说留在国内工作的同学，大学同学，甚至有高中同学和研究生同学也有回国的。但是在跟他们的交流的过程中，我就逐渐感觉他们就逐渐进入了职场人的那个身份，但是我自己好像还是一直是那种学生的心理状态一样。所以当时也试着跟一些留在国外的海外的同学也都试着联系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好像跟海外这群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反而能一直聊得到一块去。所以我就想可能我可以试着读个书。其实读书只是一个契机了，我更多的是说想看是不是出来再找一个换个环境或者怎么样。OK， 就是那我再问深一点啊，就是你的这个经历，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你说你的同龄人，大家在国内同龄人状态，大家是一个更职场人，而你还是一个学生状态，你可以就聊一聊你就是具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什么在你眼里就是什么是一个更职场人，什么是一个更学生的状态？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吧，这么想，应该说从工作上来说，在我后来包括很多同学，不管是在外地的还是在
我们其实我当时是工作就在武汉啊，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就是不管是在外地工作还是回武汉的同学，在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逐渐聊的都是一些自己日常只能聊一些工作上遇到的琐事或者是工作上的八卦。那由于说我们的专业，那这里其实也岔开一句，就是我和菠萝其实都属于本科毕业之后就没有再从事自己专业的那批人。对，然后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它其实转行的不说几率吧，但是转行的意愿是不大的，因为这个行业内其实尤其是在国内收入还不错的，所以大部分人是不会想着换专业的。那它是更偏重于一个国企性质的这么一个单位，所以跟他们聊天就有点感觉，就是他们都是进入了事业，进入了公务员系统，但是当然也不一定都是公务员，但是就是大家都更职场，我指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自己就一直游离在这个状态之外。对，就是对这个也确实不是一个什么不能说的，就是我跟珊珊本科都是学电气的，电气就是指的强电，像你可以想象的什么电网呀什么的，所以说当时毕业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去了自己城市的电网，这是我的经验，所以说我赞成珊珊的这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大家关系真的都挺好的，哪怕是现在吧，那个大学的群10年过后还真的是10年，就是我们是16年本科毕业，现在26年了。那个微信群竟然还在聊天呢，你可以想象吗？那是因为那个群现在已经变成游戏交流群了，好吗？对，那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是你一个对吧？就是大学10年前的大学同学群还能在一起玩到游戏，这也挺难得的，你不觉得？对，我是觉得就大家关系真的很好，然后哪怕是怎么说呢？就是除了毕竟大家都在聊游戏或者啥，但不聊游戏的时候，也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在电网的那一群同学，大家聊的东西还真的就是，比如谁请谁吃饭呀，谁跟哪个领导吃过饭呀。但我没有评价好和坏的意思啊，我就当时觉得还真的挺大人啊，就是你是对，还挺大人的感觉。其实你说对，不是好坏，说他是坏的问题，对，还挺像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时候会说的话，就是我跟谁领导喝了个酒，吃了个饭，打了个球这种。对，这还真差不多。严格来说的话，对，我觉得严格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们日常其实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嘛，所以你说聊这些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是聊在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是正常的。所以我就说，其实我是反而属于不正常的那一类，因为我确实不太想融入这个。那你呢？你当时我记得你好像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换专业了，对吧？对，就是对我稍微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轨迹吧。就是我大学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学电气专业的嘛，然后我当时发现了一点，就是学电气专业的人很多时候就是有2种，要不就是父母其实是电气这一个行业的人，对吧？然后要不就是说，就是自己如果父母不是学电气的，或者在电气行业里，要不就是自己特别想当公务员的那种。因为在12年的那个时间点，我看当时12年的时候，好像国内就是电气类还真的比计算机火诶，就是我的记忆里看，然后觉得说毕了以后进入电网也是一个特别体面的工作，对吧？对，对。然后我当时其实我不属于这2个的任何一个，就是我首先父母不是电气行业的，这不巧了。对，可能你也是吧，这是为什么我就是可能不是就是我们专业主流的这个选择吧。然后对我们父母既不是这个行业，同时我们又不是特别想当一个公务员，然后所以当时大4的时候我就想说，还真的就是仅仅想去看看世界的那种心态吧。然后出来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是15年的时候，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因为国内的大4其实基本上就好像在我印象里就没有怎么上学了嘛，大家可能在做一些毕业设计啊，然后基本上就实习啊、试剂啊，对，就摇过去了吧，就是也不能就是这种就国内大4。然后当时美国这边的大4就还挺有第一个文化差异，就是说美国大4是可能课程最重的一年，然后当时来了以后，首先我发现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强电专业其实还挺一般的。就是说，但是都是对，就我让我 finish， 就是我来了以后，当时你说来美国，大多数来美国就觉得，我应该当时的叫12年那个节点啊，都会觉得可能应该美国科技会更好一点，对吧？然后你出来留学嘛，留学肯定也是为了说去一个sort of
技术更先进一点点的国家，想学点东西，当时回来或者怎么样接受祖国啊，这种感觉还真有一点点。然后出来以后发现，其实国内的强电还厉害一些啊。那个时候就给了我第一个那个困惑的点，就是我来这真的是留学吗？就我来这学强电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吗？然后就是为什么说我想着，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转换一下方向？然后当时就课程方面就已经在往偏电子、微电方面的走了，就是说不是往高压电，而是说，能不能就是做一些这种芯片设计啊，或者是做一点跟编程更跟编程有关一点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对我最大改变的就是我当时学了一个叫 machine learning， 现在叫机械学习 ，which is AI 的 basics， 就 AI 的基石的这么一门课吧。当时是感兴趣吗？还真是。首先那个课的老师叫啥来着？叫 Sheldon。就生活大爆炸，当时生活大爆炸很火，对吧？那个老师叫 Sheldon。Surprisingly， 那个老师也是一个怎么说，非常聪明，他是 MIT 毕业的，然后他的给人的感觉虽然没有Sheldon那么就是神经兮兮的吧，但是你也就觉得他像个多动症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感觉上课也是特别就是互动性很强嘛，然后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师。然后你说这个，我想说个题外话，就是我发现美国大学这边的教授教的好的，或者说是有成就的 ADHD 的占比还真的挺高的。对，是的，就你会觉得首先你会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而学下去，就是真的就是有意思。然后其次呢，你会发现就当时就有这 AI 这个 term， 就是这个术语了，对吧？然后当时学机器学习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数学，就是一个概率论加线性代数的基础上的这么一个数学。然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其实我们大一就学过嘛，大一大二虽然我们是学电气的，但是基本上每个理工科专业的国内学生都学过概率论和线性代数。对，所以说你入手就不是很困难。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首先这个老师特别有人格魅力，其次这门课我学起来就是我很愿意往下学，然后就是那种这是我唯一一个就是我会主动去做作业的人，就是这门课。因为平时就是其他的课真的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有作业。然后这门课就是说，我做这个作业是我愿意去做的，因为我觉得我仅仅是看书的话，因为他国外的作业不是用手写的，这个主要是编程，那个时候还是 MATLAB， 然后去编程去写的。然后你仅仅是看书，你感受不到那种，就你觉得还少点儿，就是你需要靠编程来去对这个东西更加了解，然后真的是主动去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 TA section 就是你上了大课以后，你会有一些小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教学助理吧，翻译过来就是教学助理会组织一些小的那种小课，教学助理就会告诉你怎么去在编程上有什么困难，然后我也是每次都去，对吧？而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首先我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更比起去动手啊，去走特别垂直方面，比如说你去搞硬编程，因为我也不是这个计算机毕业的，对吧？对，我不是科班出身，我跟他们拼硬编程我拼不过嘛，那个时候 Python 我都不会。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数学还不错，虽然我不能说我数学很好，但我一直觉得我数学还不错，所以说我学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就是就没啥挫折感觉，就是一路都很顺吧。然后其实也真的有兴趣，所以说那个时候还真的就误打误撞的就走进这个 AI 的世界了。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选那我问一下你，那是不是相当于就是说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做的是机器学习和当时应该还不算 AI 吧，反正就是往这个方向来做的，对吧？对，就是当时其实也就叫 AI 了。然后我当时是讲，当时我还真的挺不懂的，因为当时也就大4才上了就一节本科水平的一个就机械学习的课嘛，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想死磕机器学习，就是理论这一方面，那就特别数学了。然后但是去上了很多机械学习理论的课，那就是其实机械学习的理论就是统计学，其实是统计学。然后当时上了很多统计学的课，发现我觉得我应该对自己有误解，我以前误以为自己数学还不错，现在我发现其实数学很一般，算半个 data scientist 了。对，我现在说到不上不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处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怎么说呢？就是我往下走呢，就是我当然不是上和下不是好和坏的意思，就是往下就是更底层方面走，就是我不是一个很硬核的搞编程的人。然后往上走呢，就是你要更抽象一点的话，那我又不是一个数学这些理论那么强的人，就我卡住了，你知道吧？我发现我的动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的理论方面、数学方面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然后当时真的还挺怀疑自己的。然后那个时候，
课其实成绩也一般吧，那个时候反正有发现身边的人一下子都很厉害，都特别强，基本上如果是国内的话，那就是清北啊，什么上交浙大复旦这种，对吧？但是我还是成功入行了，不是吗？对，但是那个 peer pressure 就是同辈压力真的太大了，就是会觉得，比如说，就拿我当时自以为最好的数学吧，当时学了那个叫随机过程这门课，我觉得我还挺卖力的学的，然后我自以为学得很好，但是考了第一次小 test 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你拼命学，你才是一个 average 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在我最擅长，当时我最擅长的学科里，就是你最擅长的东西，你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但你只是那个班上的一个 average， 甚至偏下一点点，就是还挺 shocking， 对，就是感觉同学都是天才的那种。对，我觉得我其实后面几年我无数次就是怀疑过我这个选择，我当时为什么当时不去 UCLA 啊？UCLA 也挺好的，UCLA 也有 AI 啊，对吧？就是加州的阳光。对吧？还有东芝嘛？为什么跑到就是匹兹堡，就是一个就是滨州东北一个，就是冬天又是白白的，然后也下雨啊，又冷。我为什么要这么糟蹋自己啊？但是你现在从一个对吧？从现在这个视角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这种痛苦是很重要的，我感觉。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也说现在也算是入行，对你毕业有几年？你应该毕业没多久吧？因为我是硕士毕业，毕业了好5-6年了。你现在应该是刚博士毕业没有几年吧？我博士我想想，我是23年毕业的博士，那就是工作了2年了。对，2年多吧，2年半的样子。那你现在是要不跟大家讲讲，你工作2年之后怎么突然想着要开个播客呢？对，我觉得这个起源是，当然就是因为可能就说到前面一点啊，就是你不是突然想着你是硕士毕业回去以后，可能在体系里面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吧？然后对22年的某一刻突然就给我微信 WeChat， 然后跟我聊说你想过来，然后真的你过来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开始了就是以半个月或者1周为单位的这么一次对话，对吧？对，我补充一个过程，其实我并不是刚过来之后我们就这么频繁的互动的。当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契机，是我在去年2005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开始给一个UP 主叫课代表立正，我现在也还在继续跟他一起共事嘛。当时是刚刚加入他的，跟他一起干活，然后当时正好他在 B 站上面、哔哩哔哩上面开了一门课程，然后我当时就是以助手的身份在管他那个群，然后当时菠萝正好他也看这个 UP 主，他买了那门课，然后他加进来的时候，他应该是先看到了我的企业微信吧，然后他转头过来私信就来问我是怎么回事。对啊，我就是说你这个头像好眼熟啊，然后珊珊，并且名字就叫珊珊。对，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从那个之后开始，我们就互相接触到，就说原来你也听这个，然后我们也互相聊了很多，就说包括别的很多的播客节目呀，包括如果说像油管上面，我不知道他在哔哩哔哩上面有没有播，但是像那个 Morning XYZ 的视频他也有讲，然后像阿里阿巴杜他也有介绍，这2个人的视频我也是都会看的，然后我们2个交流中发现我们2个人都会看，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我在之前也是自己有看各种类型的书嘛，然后我们2个人交流比较多，就一开始就是互相推荐一些最近看的这些书啊，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播客节目啊，互相推荐一点。因为在过去的时间中，我发现尤其是在我出来之前，在国内那个环境下，并不是没有人可以交流，但是可能就能交流的人1周可能也只有1-2天的时间能有时间回你2句话，然后身边的绝大部分人是没有时间来跟你交流这些东西的。对，所以当时可能这方面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说为什么我有时候感觉和那个环境不是那么格格不入。当然我后来也想了想，现在也想可能也跟我在的城市有关系。如果我是在上海的话，可能就会能交流这方面的事情，北京上海的话交流这方面的事情人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因为在国内当时已经固化了嘛，想着反正要走就出来远一点多体验一下。对，我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就是国内国外的原因，就是我现在想，就是你哪怕以我为单位吧，就是我跟珊珊聊这些内容，其实我在美国也没有别人跟我聊这些。就是这肯定不是国内国外的问题，对，但是主要就是说能找到一个能够长期持续聊的人就很不容易，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啊，我不知道菠萝怎么想，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
相当于说我跟菠萝算是重新认识了一回，并不是说是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所以在一起，现在开始想做这个节目或者怎么样。对对对，是这样的，就刚才神仙说了这些东西之后，还突然让我有点感慨，就是还挺神奇的，就有点像是你自己平时看油管也好，然后 B 站也好，你肯定会关注一些 UP 主嘛，就是相当于你的 UP 主啥的都是你自己的一些偏好啥的，然后你会发现，诶，有另一个人跟你的偏好，你不说100%重合吧，60%-70%重合，这就已经很神奇了。对，然后他看的你看过，我看了他看过，然后这个时候你还真觉得就还挺不一样，因为30岁了嘛，对吧？30岁这个节点喜欢的东西和，哎，你还别说，20岁当时喜欢的东西，我跟现在也是一样，当时喜欢。对，当时是看动漫多一点嘛，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看的，当时那个。但是当时看动漫也是一种亚文化，对吧？就是说，绝对，当然肯定也挺多人看的，但跟现在完全没法比了，跟现在完全没法比。对，这就是看的量没法比。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有的人就是有些会看，比如《进击的巨人》呀，会觉得说他们会觉得看动漫，但是我跟珊珊不是那种的，我跟珊珊是那种4个季度，每个季度到底有哪些番，就一定会绝对看完的那种程度，就不是简单的 otaku 那种感觉。然后我发现 10 years later， 我俩竟然还会在很多，然后并且这个10 years 有可能5年左右没有怎么交流，然后后来发现，然后我们两个其实人生轨迹啊、经历的事情啊，其实都还挺不一样的。然后最后变成我们接触的这个你吸收的这个内容吧，接触的 content， 这个还挺就是交叉还挺多的，就是还挺神奇的，你不觉得？我这一上来讲，对，如果你说哪怕是背景完全相同的人听或者喜欢的内容，可能也不会特别一致嘛。所以能找到共同话题，而且能聊的共同话题还这么多的情况下，就很难得了。对，这也是我想做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像刚刚菠萝也提到了，我想着我们最近就是我们开始2个人聊天之后，基本上是每次能聊个，感觉比日常的打电话或者是那种 small chat 那种拿个杯咖啡的那种聊天时间要长很多，感觉每次打电话也能打个1-2个小时。我们就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干脆不就录下来呢？对吧？对，是的。然后我觉得聊下来的话，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就真的想为别人提供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社会大家肯定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看世界的角度嘛，看世界的感受。我觉得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嘛，对吧？然后以后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表达的窗口。大家如果表达出去以后，如果别人听到我们的播客内容，会觉得啊，原来在世界另一头，他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他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或者啥，我们真的还就是提供困惑，然后聊一聊这个困惑，给大家这么一个空间，可以去聊这些话题的一个空间嘛，就是感觉这个话题其实就很深奥了，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可能不能提供解决方案，但是我们能够表达出我们的困惑，然后能让一个听到的人会发现，哦，我原来不是一个人觉得有这种困惑，然后大家都有一样的问题，一样的烦恼，大家也有一样的喜好，能够聊一聊，或者说是互相排解一下，就很好了。对对对，然后可能插一个有点不相关的话题，就还是深深推给我的。当时有一个博客是托布花和一个华大的教授吧，当时聊生活来着。哦，影业。对对对，然后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当时说了一个有趣的，就是数据吧。他说，其实，在世界上无论在哪个国家，就是女性一定比男性活得久。然后他归根溯源，他有一个点是说，女性无论你是什么职业，无论你是所谓的就是 low pay job 还是 high paying job， 无论你是什么阶层女性，她永远都有个闺蜜。就永远有个闺蜜可以聊，就 which means 就是永远可以聊八卦，对，永远可以聊，永远可以表达自己。然后他就说，其实让有一个情绪出口还挺重要。他说，其实他当时推荐就是男生也应该有自己的闺蜜。然后说，我在想是不是这就是因为传统中国男性就是大家都要说你要变得坚强，对吧？你要就是硬起来，然后你要就是知道你要忍受一些痛苦或者啥，这可能都是一些旧的剧本了。但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在这么做，我觉得。那你知道吗？其实哪怕是传统中国也有一个基于经验的总结，就是男性活得久的基本上都是男生女相。
OK，就是他们有举过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像于谦那种慈眉善目的，长得有点像老太太那样的，就是可能更容易活得长久一点。不是说咒谁啊。OK， 你注意啊，你说这个于谦，你上还要小心一点，于谦在搞你。我说他活得久还不好吗？对，我懂你意思，就是比起那种张飞性格的人，刘备可能活得久一点，对吧？对，这个不恰当例子。对，就是这么说拔得很高了，就是作为男性群体，为了让我活得久一点，不是说要多听播客吧，就是多和身边的朋友找一个可以聊的朋友，而且这种聊不是指说那种喝个酒，对吧？就不是那种喝酒然后说一些特别怎么说呢？只是在说生活的，也不能这么说，我感觉啊，你要说的话，其实那让我说的话，这一点还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虽然是大概率同频，但是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互补的地方。那在互补的地方相互了解、相互介绍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更新的体验。比如说像菠萝刚刚讲到的，我跟他分享的这个播客，那其实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跟他平时真正自己关注的点会不一样的地方。那比如说我自己听的播客，日常来说的话，其实就属于闲聊类居多的。反而不太那么愿意听那种两个领导人或者企业家互相谈生意谈什么的，我反而就喜欢那种听两个人闲聊，就喜欢那种像坐在茶馆里面听隔壁有两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或者是一对夫妻在那聊天，我有一种路人在旁边偷听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对，这样子聊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了，就是我可以真的说不那么在意内容有好有坏，但是就相当于是说感觉自己有个伴儿的这种感觉。对，但是你真的说像我刚刚跟他介绍的内容呢，那就是说我个人平时听播客的偏好的点，那可能就是我关注的，包括我读的书，可能当然了，一类所谓的那种传统意义上成功学的书我看的也不少了，但是我自己更偏好的，我发现有几个大类，一个就是跟养生，就是跟生命健康相关的话题的，包括说科学研究啊，或者说是前沿进展啊，或者这种任何的分享，这一类会偏多一点。再一个是对，另外一类就是也是我跟菠萝比较不同的点，就是我会更偏向于看社会学啊、人类学啊、历史学方面的内容。因为现在30多了，就会不自然的会多去看一些跟健康、健身、养生有关的书，并且会多去看一看跟幸福、跟幸福有关的一些书籍，就是人生的意义也好，这可能也是一个不上不下，就是有点点题不上不下的一个地方吧。就是说，如果就是你看我父母那一辈人，就是当打工打了一辈子，对吧？然后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然后你会觉得，其实我2年前就有这个困惑，就是说我当时博士其实读博士的时候也挺辛苦的，我就会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毕业了以后，我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好，一定会很幸福。其实我当硕士都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就说我读了博士，我肯定会更好，因为我硕士太苦了，博士还有钱拿，对吧？首先我父母不用出钱，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虽然不多吧，就是说但可以养活自己，至少有钱拿，对吧？然后有个大块的时间没有，就是大块的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我真正到了博士以后，就会发现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压力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发论文啊，或者博士的压力啊，然后其他的同事呀，也是就是会有团队压力吧。然后真正到了专业，就是最后毕了业以后拿到一个工作，我以为我会特别特别高兴。然后我当时也很 surprise 的地方就是，我当时这么想，我觉得我当时也很突兀，我说我并没有读博的时候更高兴，读少，可能游戏肯定会多一些，但是我以为是那种阶越海出的，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少，就是你可能当时觉得这会是一个突变，是会过了这个坎儿之后就怎么样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的变化。对，非常准。就是我当时真的就心困惑了，我感觉可能这是我可能有的人会更早的接触这个东西，就比如讲，或者硕士毕业就去工作的话，可能会更早接触这个困惑。然后因为我是更晚接触社会的，可以这么说。然后进入社会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我一天一天的，好像每天。我不像博士那样，就是每天就是1周7天都在工作，对吧？然后我可以按时下班，可能偶尔睡个懒觉，9、10点起来，或者9点起来，
然后你的工资明显也更高，对吧？然后你也可以买车了，以前都没有买车。对，之前当然也不用买车，当时我在美东读的过，那个时候也没有买车，坐地铁。我现在也有自己买了一个车，以后觉得理论上我们应该开心很多，然后去下馆子什么的。但我会发现我这一天天过得好快呀，然后我感觉我也没做啥，甚至觉得没有啥成就感。然后我突然就会想一些意义的东西，这是什么？好像就会很奇怪。其实上我应该是更富足了才对，和我之前的自己比起来，但我的幸福感没有那么多。就是开始，这是为什么可能会多看一些跟幸福感相关的书，或者跟珊珊聊天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吧。就是很大的帮助了我。其实是我的困惑，然后会跟珊珊去聊。珊珊可能也有一定的困惑，不一定跟我困惑相同，但是我们两个聊完以后，总会觉得会更好一点。这种感觉。对，而且你说这个困惑，在我当时还在工作的时候，在没有 gap 之前，在还在工作的时候会有体会的，而且体会很明显。然后我发现就是说，那国内人绝大部分国内同事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们会过度的去纯粹玩游戏放松，什么也不管，要不然就是日常跟朋友喝酒啊，或者出去嗨啊，或者是说就不断的去聊职场八卦呀，通过这种方式来排解。这就是他们通常的排解方式，只是说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排解方式，我通过去想多看看书啊，多接触一些新鲜事物啊，能够让我 refresh 一点，就是整个人都能够状态更好一点吧。对，其实说到这个，就是这个地方还真的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就是拿现在 AI 比较火的 AI 的这个话语来说，就是 AI 的学习是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函数，所以说你要定义一个目标啊，你要朝那方面去努力，对吧？你会发现我们过去高考也好，硕士学位也好，博士学位也好，或者找到一个好工作也好，都是有它这么一个目标在的。然后当你达成这个目标以后，你其实因为之前说的这些目标都是外界给你，对吧？有种就是老生常谈的那些，对，就是目标外界给你。但过了这些东西以后，你突然会发现，你需要自己定义自己的目标函数，而且这个目标函数。你可以走就特别就是常见或者比较肤浅一点的说我要成功，对吧？我要赚更多钱，但也没有什么不好，你钱也是个好东西，钱可以买到时间，可以买到自由，对吧？但你也可以说我不需要那么多钱，就是我可以选择就找到我爱的人，我跟我孩子过一个还不错的生活。那其实朝九晚五做一个打工人，然后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这是你的目标的话，所以说到了我们这个节点，就没有外界目标函数，或者说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目标函数，你要选择你喜欢。你首先要理解有哪些，对吧？有哪些可以去哪些人生道路吧，可以这么说。然后你喜欢哪一种？因为哪一种是真正成功？对，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从小被培养的模式，就是一定有一套只有怎么做才是最好的这样一种规训在，就是可能大家就天然的养成了一个路径依赖，就是觉得不管什么事情会有一个找标答的这样一个心态，但事实上就是其实并没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标准答案，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就是在一个非常追求效率的状态下，尤其是过去那么10-20年的那个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方式下，那你同样去找自己收益最大的方式，可能是有一个单一方向的。但是现在因为整个环境也变了嘛，然后 AI 出来了之后，大家就会突然发现，其实你不一定只是奔着唯一目标去了。大家每个人其实就有每个人不同的目标，大家其实也有每个人不同的擅长的方向。对，是的，还真是。你可以变得特别卷，对吧？你可以当一个就是打工皇帝，就是还是依照过去的那个讲法，然后也没什么不好，首先去拼命的去为公司工作的。然后你也可以突然就是自己跳出来，然后做一个自己的创业。然后你也可以说，就是纯享受生活。比如说现在很多旅居的，对吧？然后存一个差不多的钱，然后打零工，然后再去享受生活。就像现在我自己有时候还会看日剧或者某一些动漫来讲，发现日剧和有些动漫它的一些主题，其实有一些享受生活的主题还挺受欢迎，就是主题都会。对，就这种就是什么慢生活呀，什么东西，就是这种主题你会发现还蛮受欢迎的。结果可能现在社会确实给大家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可能还真的就是不只是我们一个人会觉得好像拼命的为公司打工这个东西，逐渐会发现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然后你不能说是没有意义吧？我个人觉得不是没有意义吧，只是说或者空虚。对，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比较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相比于之前，你再怎么努力赚的钱也没有原来多了，所以你不如想个方法来消遣一下。
不知道，我不确定，就是这一期要不要就聊得这么深了。行，那今天主要内容就聊到这吧。其实我们这一期内容呢，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节目，其实严格来讲，可能算是第0期内容吧。因为一个是我们要试着看一下设备有没有问题，看一下我们的流程有没有对上。然后，其实我们现在的第1期主题也已经定下来了。对。然后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对，然后后面这结束语我们也还没有确定，所以说就先录到这儿。行，那先就这样吧。好，那大家今天就到这了，下期再见了。下期再见，拜拜。拜拜。